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慢性肾脏病患者肾功能恶化，真正的凶手不是肾病本身，而是那些看似能治好肾脏的假希望。62岁的王北北，糖尿病加上轻度慢性肾脏病，一听到洗肾，吓得脸色发白。他决定拯救肾脏，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结果采取了极端饮食方式。既然蛋白质可能会伤肾，那他就只吃稀饭和少量面筋。既然蔬果含钾离子高，他干脆连一口蔬菜水果都不碰。3个月后，抽血报告出来，肌酸酐下降了。王北北兴奋极了，以为肾脏病被逆转，但实际上他体重掉了6公斤，白蛋白也低得吓人。他的肌酸酐下降只是肌肉萎缩造成的假象，并不代表肾功能真的好转。甚至因为营养不良和电解质失衡，差点要住进急诊。很多病患因为害怕洗肾，急着寻找假希望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今天我要带大家揭开5个常见却没有科学根据的慢性肾脏病迷思，用实证医学的角度守护你的肾脏，别再被错误资讯牵着走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主题：过度限制的陷阱。先来说第一个迷思：肾脏病什么都不能吃。很多人一听到肾不好，就自动进入饥荒模式，不吃肉，不吃水果，不吃青菜，最后几乎只剩下白饭和稀饭。但这样对肾脏真的好吗？先讲蛋白质，许多人以为低蛋白饮食就是全面禁肉，觉得只要吃的越少，肾脏就越轻松、越健康。但我们从前面王贝贝的例子就已经看到，极低蛋白质饮食通常应用在慢性肾脏病较后期，为了减缓肾脏负担，而且需要配合医疗营养补充。如果没有医师或营养师的指导，自行操作非常危险。因为当你蛋白质摄取太少，肌肉会开始分解，结果肌酸酐虽然下降，数据看起来变好了，但其实只是肌肉流失的假象。长期下来，不仅营养不良，还会增加感染、贫血、住院的风险。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，我们追求的不是吃越少越好，而是要吃得刚刚好，吃得对，确保足够的热量，并选择优质蛋白质，像是鱼、蛋、豆类等。再来谈钾离子，很多人以为钾离子会伤肾，但这其实是个误会啊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肾脏功能下降，排泄钾离子的能力下降时，过量的钾会在血液中累积，造成高血钾症，严重时可能会引发心律不整。虽然蔬菜和水果的钾离子含量确实比较高，但如果你的肾功能仍在慢性肾脏病第1到2期，血中钾离子也都正常，并不需要完全禁止吃蔬菜水果。相反的，蔬果可以提供维生素、抗氧化剂与膳食纤维，对于稳定血压、控制血糖都很有帮助，是健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肾脏病饮食不是少吃或不吃，而是吃的适量均衡。重点是调整饮食，而不是全面禁止，这样肾脏才会最安全。主题2：迷信单一成分的陷阱。没有单一食物能够逆转肾功能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了某种肾脏圣品，像是特定的果汁、草药、草本茶，肾功能就会奇迹的恢复。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迷信单一成分的陷阱。它的问题在于过度聚焦于单一成分，却忽略整体生活形态与饮食平衡的重要性。这边举个案例，陈女士听信朋友推荐，购买高价的天然净化诺丽果汁，天天喝，期望肾脏能重生。结果几个月后，因为心律不整被送进急诊，检查发现高血钾症。原因很单纯，
诺丽果钾含量很高，对于肾脏排泄功能不佳的病人来说，会造成高血钾症。另外，台湾早期民众盛行使用中草药，就曾经爆发震惊医界的马兜铃酸肾病变。像是广方己、关木通这些药材中，马兜铃酸会直接破坏肾小管细胞，让肾脏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萎缩、失去功能，甚至大幅提高泌尿道癌症的风险。即使现在仍有病人因服用号称能改善肾功能的来路不明偏方，而让肾功能急速恶化。医学上至今没有任何单一成分或食物能够修复肾脏。所谓天然也不代表安全，最好的护肾方法依然是均衡饮食、多喝水、规律运动，避免不当用药，这才是真正能长期保护肾脏的王道。主题3：警惕再生、逆转、进化的说辞。有些人认为，只要透过物理治疗、草本疗法或特殊的口服产品，就能让受损的肾脏细胞再生、逆转或排毒进化。慢性肾脏病是指肾脏结构或功能异常持续超过3个月，一旦肾丝球受损，就像汽车引擎零件磨损。目前医学无法让它重新长出来或完全复原，治疗重点是延缓恶化，保留肾余功能。任何声称能够让肾脏再生、逆转或恢复年轻的说法，多半只是抓住患者想恢复正常的心理，缺乏科学依据。市面上有许多标榜吸附毒素、排出尿毒、活化肾功能，看似合理，但缺乏科学实证。过去还有背部按摩或者震动活肾等疗法，声称能够刺激肾脏排毒，但从解剖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外部刺激肾脏并无法改善肾丝球的功能。即便有些药物能够吸收部分的尿毒素，例如活性炭，但它也并非万灵丹，不能替代基本的疗法。对于延缓肾功能恶化的效果也因人而异啊。通常只能作为辅助的疗法，仍不如稳定血压与血糖来的实际。肾脏保健的正确方法是透过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延缓肾功能恶化，而不是追求不存在的再生或逆转。只要产品开口就保证肾脏能重生、肾脏能逆转，那8成不是医疗突破，而是商业陷阱，大家要特别小心。主题4：别以为肌酸酐下降就一定是肾功能改善。很多人只要看到验血报告上肌酸酐数字下降，就以为肾功能改善了，这是肾脏科门诊中很常见的误会之一。事实上，肌酸酐和尿素氮只是间接反映肾功能的代谢指标，本身就有许多变动的因素。血中肌酸酐值会受到水分状态、蛋白质摄取、肌肉量等多重因素影响。例如开头说到的王贝贝，如果因为节食、营养不良或长期卧床导致肌肉量下降，他的肌酸酐看起来会变低，但那并不代表说他的肾功能改善，而是肌肉来源变少，让数字变漂亮了而已。换句话说，这种降肌酸酐其实是用健康去换的。我们真正评估肾功能的核心指标是肾丝球过滤率，而且要观察长期变化的趋势。举例来说，张小姐的肾丝球过滤率每年缓慢下降约3，是慢性肾脏病常见的稳定变化。但如果某一年突然掉了10毫升每分钟以上，那就代表可能有其他因素在影响肾脏功能，可能是食用了某种肾毒性的药物，例如止痛药、抗生素、脱水，或是严重感染。这时候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即找医师查明原因，而不是上网寻找什么降肌酸酐的秘方。肾脏健康不是看一次的抽血报告，而是要看长期的趋势，别被短期数字变好看的假象蒙蔽了。稳定的肾丝球过滤率走势才是守住肾功能的真正关键。主题5：破除洗肾阴谋论的恐惧。许多人相信医院或药厂
会刻意让病情恶化，让病人提早走上洗肾，以赚取更多的医疗费用。这种透析阴谋论其实是造成许多患者晚期才转介的主要原因。结果往往是死亡率上升，住院时间变长，医疗费用反而增加。台湾健保早已投入大量资源，推动早期慢性肾脏病与末期肾脏病前期的照护计划。这些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延缓肾功能的恶化，避免病人提早进入透析。如果医院真的想要靠透析来赚钱，就不会花力气做这些预防与管理了。这边举个例子，吴奶奶她的肾丝球过滤率降到17，属于慢性肾脏病的第4期时，医师建议她可能要先准备动静脉瘘管，但她和家人深信做了瘘管就会被迫洗肾的阴谋论，拒绝手术。半年后，她因为尿毒症并发感染，紧急送医，被迫使用临时的中心静脉导管透析。这种临时的导管感染风险很高，住院时间长，结果比早期准备的人更糟糕。肾脏专科建议，当肾丝球过滤率降到30以下，也就是第4期以后，或出现快速恶化、蛋白尿变严重等情况，应该要及早介入，这样才能在专业的团队的协助下，做好充足准备，提高存活率与生活品质。肾脏科团队的工作是延缓恶化，为不可逆的病程做好最佳的准备。我们要相信专业是获得最佳照护的保障，也是守护肾脏健康的第一步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今天我们击破了肾脏病领域常见的5大迷思。第一，饮食不是什么都不能吃，而是要吃的适量均衡。第二，没有单一成分或单一食物能够逆转肾功能，天然也不等于安全。第三，受损的肾脏无法再生，护肾的目的在于延缓恶化。第四，别以为肌酸酐下降就一定是肾功能改善，重点是要观察肾丝球过滤率的长期趋势。第五，不要相信洗肾阴谋论，信任专业，早期转介与准备，才能带来更好的预后。面对满天飞的健康资讯，不用慌，对抗慢性肾脏病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向。第一步，掌握你的3高，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这是保护肾脏最基本的功课。血压、血糖太高或波动大，肾脏就容易受伤。第二步，谨慎用药，别乱吃来路不明的偏方或草药，也少用消炎止痛药，它们对肾脏很伤。第三步，生活形态管理，保持健康体重、规律运动、均衡饮食。运动可以降低肾病患者的住院与死亡风险。健康生活才是长期保护肾脏的关键。记住这3步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肾脏健康，而不是被网络传闻牵着走。肾脏病是沉默的杀手，但您不需要孤军奋战。今天的讨论，我们不是要阻止你寻求健康，而是希望你远离那些利用恐惧的假讯息。请信任专业的医疗团队，肾脏科医师、卫教师、营养师，他们能为您量身打造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护肾计划。以上是我今天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